台积电凭什么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企业之一？这小小的一块晶片，就为台积电创下了2.16兆元的营收，占了台湾2023年国民生产毛额近1/10。2024年7月，台积电的市值更突破1兆，是仅次于辉达市值最高的半导体企业。半导体产业已经不只是企业间的竞争，更能撼动一个国家的经济与国防。这场现代科技乃至政治经济中最激烈的博弈，也称为晶片战争。为什么台积电这么重要？还有，为什么是台湾创造了台积电呢？我们得换个视角，由这颗小小的电晶体来回答：为什么第3次工业革命竟然由奈米级的它来开启？还记得半导体产业是怎么样崛起的吗？1959年，诺伊斯发明平面式基体电路；2年前的1957年，莱斯罗普发展微影制程技术。这2项发明分别代表晶片 chip 的诞生，以及工业化量产晶片的方法被确立，晶片时代正式开启。10年后的1968年，诺伊斯和摩尔离开快捷半导体，创立 Intel， 开始经营记忆体晶片和逻辑晶片，还有个人电脑的生意，让半导体的市场和产业快速发展。但就在1968年，也发生了一件对台湾来说很重要的事。当年德州仪器为了确认台湾是否适合设厂，派了2位重量级人物来台考察，并与当时担任经济部长的李国鼎见面。这2位人物，一位是隔年成为德州仪器执行长的薛普德，另一位呢就是张忠谋。在这次会面之后，李国鼎花了17年的时间，软磨硬泡，才说服张忠谋来台湾。事后证明，这个超长的征才任务非常有价值，也可以说李国鼎非常有眼光，知道电晶体与半导体产业是非投资不可的项目。但说到底，为什么电晶体如此重要，而且半导体的产能需求1年比1年高呢？在 AI 时代，我们都知道，唯有追求更强大的电脑，运算更强大的模型，用更短的时间进行辨识、演算、生成，才能打败市场上其他对手。听起来很复杂，但也可以讲得很简单，因为只需要0跟1这2个数字，就能用数位资讯来进行所有的资讯储存与运算。但如果只是要表达0跟1，我们用电灯也能办到啊！我们可以让灯泡在通电发亮的时候代表1，在不通电的时候代表0。那么一连串发亮或不发亮的灯泡，也可以组成一整串的资讯，例如摩斯密码。电脑当然不只是能开关的电灯，它之所以能跑 AI 模型，进行各种各样的运算，就在于它懂得思考，也就是逻辑运算。要电脑思考，不是说要让它获得跟人类或智慧生物一样的生物大脑。实际上，就算是 GPT 这种超大型生成语言模型，追根究底，背后还是一台超级电脑在运算它。而构成这台超级电脑的是一个一个小处理器，而处理器中最小的单元就是一颗一颗小小的逻辑闸。逻辑闸是什么呢？它就像是一个可以设定规则的小机器。如果我们将刚才的灯泡开关从1个变2个，中间再接上一颗逻辑闸，就可以玩出许多花样。例如，我们可以设计 AND 闸，给这组装置加上限制，只有当2个开关都打开时，灯泡才会亮。如果换成 OR 闸，则只要任一个开关打开，灯泡就会亮。如果喜欢搞特别一点的，那就来个 XOR 闸，只有当开关一开一关时，灯泡才会亮。复习一下，这种逻辑闸并不是电晶体才能做到的事哦。我们介绍过，在还没有电晶体的1937年，天才数学家克劳德·夏农就用继电器做出能完成复杂逻辑运算的开关电路。逻辑闸虽然看似只能做简单的分类工作，但这些小元件已经从单纯的开关变成了可以做基本逻辑运算的核心。例如，我只要重新排列组合一下，组合一个 AND 跟一个 XOR， 就能做出一个最简单的半加法器，可以计算0加0等于0，1加0等于1，0加1等于1。你说这谁都会，这种电脑有谁需要？先别急啊，再更进一步，拿组合好的2个半加法器，再加上4个 AND 排列组合，就可以做出这个可以计算从0乘0到3乘3的2进位乘法器。很快的，我们从逻辑判断进化到了加法，再进化到了乘法，以此类推，只要拿够多的逻辑闸来做排列组合，我们就可以计算除法、开根号、微积分到各种数学计算。再更进一步，这些数学运算单元组成的电脑就能完成你想得到的任何工作。当然，这里面还有许多 mega 被忽略了，
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可能为每一个数学公式都重新设计一个电路。例如，计算平方的电路，计算立方的电路，那么如何设计出一台电脑可以胜任所有工作呢？这跟我们之前提到的冯诺依曼架构或是哈佛架构有关，我们在这边不细谈。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些细节，请到泛科学留言让我们知道。回到我们的问题，我们知道有逻辑闸就能做到任何事，但是为什么这些机关能够做出逻辑判断呢？难道是有个小小外星人作业员住在里面吗？原来逻辑闸的内部就是电晶体。电晶体的原理我们先前也介绍过了，它与前辈真空管都被称为三极体，特色是可以像一个小水阀一样，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可以通过还是关闭。如果忘记了没有关系，待会这集看完再去复习一下。总结来说，电晶体就像是一个小水阀，只要没有输入电压就会关闭，有输入电压就会打开。如果串接两个电晶体呢，你就会发现，只有当两个水阀都同时打开了，才会有水流流出去，这就是一个 AND 闸。当然，其他逻辑闸就不见得那么简单了。例如 XOR 闸长这样，以此类推，电晶体可以组成所有的逻辑闸，而逻辑闸能完成所有的计算。因此，电晶体就是逻辑晶片 CPU 的核心。现在的我们，不论是要打造运算更快的 CPU， 或是能够平行运算多项任务的多核心 CPU， 避不开的就是生产更多的电晶体，或是开发更新更小的晶片结构。事实上，从 Intel 创立开始，全世界对运算力的需求就有增无减，直到现在，这场追逐算力的竞赛也还没看到终点。当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全世界，成功乘在浪尖上的台积电也将台湾推向国际。可为什么台积电会在台湾，而不是其他地方呢？从护国神山台积电乃至台湾整个半导体产业所构成的细盾，台湾有3位重要人物，你一定要知道。这3位分别是孙运璇、李国鼎和张忠谋。孙运璇和李国鼎在1960年代先后担任经济部长，被认为是台湾经济与科技业的重要推手。其中，孙运璇1946年成为台电首任处长，积极推动台湾的电网重建，为经济打下深厚基础，并且在1973年建立工业技术研究院。还有，在1970年代台湾推动10大建设的同时，他与李国鼎还有清大的前校长徐贤修共同促成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建立。这每项事迹都对台湾的经济影响深远。谈到建立工研院与竹科，也得算上李国鼎一份。但李国鼎还有另一项重要的功绩，那就是把张忠谋拉来台湾。长达17年的招募行动让张忠谋印象深刻。2023年11月，李国鼎基金会颁发第1届李国鼎奖，得奖人呢就是张忠谋。张忠谋致辞时说道：“没有李国鼎就没有台积电。”根据张忠谋的回忆，他与李国鼎之间有3幕交手。第一幕就是1968年的初次会面之后，到1980年之间，李国鼎几乎每年都飞到张忠谋任职的德州仪器去参观，又接连邀请他来台湾参观正在建设中的竹科，希望能够说服张忠谋来台湾。第2幕是德州仪器董事长 Hagerty 1980年过世后，1982年李国鼎再次邀请他来台湾担任工研院院长，张忠谋再三考量后还是拒绝了。他还记得李国鼎回信中看得到愤怒。信里说：“给你那么好的 offer 都不来。”最后一幕是终于说动张忠谋，在1985年来台担任工研院院长。最后在担任院长3星期之后，李国鼎找他成立半导体公司台积电，还说服政府投资台积电。张忠谋补充，台积电的商业模式还有怎么建立，这些是我的主意，但是推动说服政府投资一半，这个是李国鼎做的。这里张忠谋提到的商业模式，指的就是晶圆代工。张忠谋预测5厂半导体公司会大量出现，也就是半导体产业分工会走向细致化，会出现单纯做晶片设计的公司。相对的，晶圆代工也将成为广大的市场。张忠谋让台积电只制造不设计，与其他企业保持合作而非竞争的关系。这个策略是个伏笔，在下一集我们谈台积电与三星大战的时候，这个策略造成的后果就会开始发酵。时间快进到公元2000年之后，亚洲的半导体制造商基本上就是台积电跟三星2大巨头正在竞争，但三星可不是简单的对手。
苹果从 iPhone 的第一代晶片开始，选择的就都是三星，而非台积电。而在现实层面，随着电晶体继续缩小，到了约20奈米左右的节点，我们发现电晶体已经无法再缩小了。如果再缩小，电晶体就会漏电，耗电增加，逻辑闸变得失效。面对这个问题，台积电会出什么招呢？又有谁能来延续摩尔定律呢？下一集我们就要加速进入3D 电晶体的世界，同时欣赏这场台韩大战，看看台湾能称霸半导体产业的真正原因。记得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